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land的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讲 Kpanel 全面拥抱桌面化，而且是双端互通的、互相切换的。如果你习惯宝塔 One Panel 那种方式去管理你的项目、管理你的 Linux 服务器，那你就可以用经典模式。那如果你想用 Windows 桌面级的这种操作体验的话，那你就可以换成桌面模式，就是一键切换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 Linux 服务器的体验。然后我们最近呢还接入了 AI 助手，使用 API 的 key 在你的 Linux 主机上使用 Agent 去管理你的服务器，查看一下服务器状态、日常的操作等等，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是危险的操作它会有让你授权。那这个是我的官网，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Kpanel 的一些架构、一些特点介绍。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看一下我们当前 GitHub 目前是200多 star 也是这一段时间感谢小伙伴们点 star。如果觉得项目做的还可以的话，欢迎大家去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依然是用 Go 开发的这个呢就全是 AI 在把控性能、安全以及稳定性、资源占用、项目开发规范我一行代码没有写，我只负责提供想法和需求相关的 GitHub 页的介绍。然后最下面呢是我们的开源协议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先找一台机器，先看一下具体的效果。这个是 Kpanel 的登录页，点击就登录进来了。登录进来，一开始你是来到的是经典模式，我们很传统的左边栏的这种，有 AI 智能体，有对应的绘画，就有点像 Codex， 你就可以去调权限以及调模型。这个模型是我的中转站上的模型。你还可以去调它的一个思考级别，为我们来解答，是它输出的一些内容，它能帮助你做什么。他说它是 Kpanel 内置的 AI 助手。你比方说我们换一个模型，换一个 GPT 的 Sound 这个高的模型，看一下它能不能帮我们查到。然后它就开始借助这个工具链的能力，它还包含了很多这种格式，都可以给你罗列出来。在这边可以支持上传，我让他看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在讲什么，它也都可以识别图片的如果你想换模型，这边添加新的 API， 我们目前支持这些。那当然我们比较常用的标准的接口就是 OpenAI 的接口，你可以支持 DeepSeek 或者硅基流动，然后还有质谱。自定义的话，我们就是类似于中转站，我刚好 DeepSeek 还有点钱。好，那我们到官网创建一个 Kpanel 用的，点击复制，把这个复制进来，点击，它就配对成功了。我们让它同步一下模型，它会把模型全部同步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有 Pro 有 Flex， 可能 DeepSeek 这块适配的还不够好，我们再试一下新建一个，果然回头我要调优一下。对，这是大概的一个 AI 助手的情况。这边的左边栏呢，就是网站呀、应用市场呀等等，这些我们在上期其实多多少少都讲过了，但是会有一些改版，包括这个体检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有对应的一个改版，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很多测试项目。终端这边是我们后期也加的，我们直接可以在这边运行科技land的一个脚本，你也可以到生产环境下去看一下。这些为什么没连呢？是我没有把它们重新配对。它这里面的列表呢，就是直接都是集群这边的列表。你只要配对成功的话，你就能去访问对应的 SSH。经典模式下的一些变化，看到右上角这边有个桌面模式，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边呢还记录我之前打开的一些应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右侧的一个小组件。左边的这些图标其实就是你经典模式下的那些标签，其实跟经典模式里的是一样的，对你系统进行一个设置，每一个设置项都是我们在脚本当中经常去使用的，科技land的脚本都会原汁原味的同步到我们的 Kpanel。 比方说我们这个最喜欢的一条龙优化，建议优化哪一项，你可以去取消
进行一个一键优化，包括我们历史也升级到了12个月的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在数据上做了一些压缩，精度不会那么高，但是30天以前的精度都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看到哪一个异常，你可以直接这样的框，这个就普罗米修斯的那种标准的，我已经整合在里面了。你可以容器之间进行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哪个容器占用资源高，实体的这个线，其他的容器就虚掉。下面呢就是我们的3网延迟，都是最近新加的。好了，那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然后这边的图标你都可以自己移动，这边可以找这个管理，可以自动排序。你看它就变成自动的这个排在这边了。安装过的应用都会显示在这边。那我装了一个 Harness， 它 Harness 是拿 SSH 终端来执行的。那我们在这边直接可以去操作，选择给它更新一下。那同时我们还能做其他事情，比方说我们在文件里头，我们这边选择 Home Web 这个目录，然后把它可以拖到桌面上，它就形成了一个快捷方式，我就不需要再去找了，然后我直接双击就能进入到这边。那包括文件也是这样的，我也可以拖到桌面上，非常 Windows 的这种感觉，然后双击你就能打开这个文件，然后去调整对应的配置，然后你可以全屏去编辑。那如果你想删掉，你就可以直接这边删掉，它删掉不会把你文件删掉的，它是只有在桌面上不存在而已。然后呢，你还可以这么操作，2个窗口下互传文件，比方说我这边有 PNG， 同时拖，它就过来了。这个呢是在日常的 Linux 管理，我相信会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下个版本可能会出现的功能就是我在桌面上的这些文件，我可以全框选，直接拖到对面。我在桌面上可能有一个压缩包，我直接可以把它拷进来，然后它这边呢就在传输，然后我们会发现桌面上就瞬间多了一个我们从 Windows 或者 Mac 里头搞出来的这个文件夹，而且我们还支持这种吸附。什么意思？就是你靠到右边的时候，它会吸附上来。你同时可以做另外的分屏操作，比方这个，可以看到了吗？然后还得做一个回到桌面的一个功能，它还支持全屏。这种系统级别的适配起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各种小问题。在这边创建创建什么呢？你可以创建快捷方式，你可以把这个桌面当做一个导航页面，对，长宁科技，然后就这样点击保存。OK， 它就在桌面上有一个这样的图标了，以后你就双击就可以直接打开了，把它们都唤醒。然后这边呢，你可以切回到经典模式，经典模式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再切回去，它又能看到了。那我如果关掉浏览器，你可以发现这2个页面都存在，所以说它是带云端记忆功能的，就是能让你快速的回到工作状态。当然还会有很多巧思，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包括我们这个进程管理。那同样呢是有深浅2种模式的有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更亮堂一点。那好了，如何搭建这样的一个面板，就是带双模式的 kPanel， 今天依然去使用徕卡云家的云服务器，都会有活动。主要经营的区域，海外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主流的区域他们都有，国内的也会有特别多，会有 CNR 的，有 ISP 的，种类非常丰富。我这边常用的就是 Telemuse， 你们也可以用自己比较熟悉的 Finder Shell、Charshell 这种 SSH 连接工具，主要就是这些参数。IP 22号端口就是 SSH 的端口，用户名和密码。你可以在这边直接点击重装系统，它这边的系统会很多，这个就是徕卡云，我们就一般推荐 Debian 12及以上都可以，乌班图的 24.04、22.04 都可以， 26.04 都可以。 IPv4 在这个地方，密码、端口号，这是我刚才说的，都填到对应位置就可以了。连上以后是这样的一个命令行终端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输入科技 LLN.sh 这样的一个域名，点击。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就是我们的 kPanel 的下载界面，你可以右键进来回车，让它直接
进行安装。我们目前是没有安装的，我们选择1，这块是选择端口号，默认回车就可以了。如果你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自己自定义。那如果你这台机器是比较新的机器，是没有 Docker 环境的，所以我们这边会自动安装最新的 Docker 官方的 Docker 环境，是一种虚拟化的技术，所以我们的面板就是运行在 Docker 上的。目前是有2层，一层 Agent， 它其实是在你的宿主机，另外一层就是 Panel， 我们的 kPanel， 它是一个壳子，是拿容器封装的。这个是 URL， 你可以打开。我们就来到了第一次创建管理员账户的登录页面。初始化密钥在哪里拿？是在你终端，是这，你把这个复制一下，右键进来，这边你给它自己设置一个密码，我们就连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Agent 已经连接，那我们机器内的所有信息它都已经拿到了，你就可以畅快的去使用了。然后你就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熟悉的这个桌面模式。之前拿脚本装了这个 DeepSeek 的 Hamis， 它这边已经识别到了，就直接给它卸载掉。这个就相当于你直接在 SSH 命令行，好了，这个被我们删掉了，它就不见了。我更倾向于大家使用域名来连接。怎么用域名？我们这边选择应用市场，先把这个关了，给 kPanel 加一个域名，直接在这边加，然后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我们进入 Cloudflare， 我是托管到 Cloudflare 这边的。我们随便找一个域名，找一个科技蓝.eu.org， 这个是一个永久域名，可以关注我之前的视频，好几年前的视频，它可以申请 eu.org 永久免费。我们这边先看这块有一个 SSH/TLS， 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设置成完全严格，选择完全严格，就配置好以后呢，我们再回到 DNS 这边，选择记录，点击添加记录，给它一个 IPv4 的地址，就是我们刚才复制的，给它一个 A 记录的域名，然后最终的格式就是这样的，把这个复制一下。你可以开启小云朵，开启 CDN， 你也可以不开，这个取决于你。如果你是主攻海外，防御更重要，海外延迟也还不错，你就开启。如果你是想国内访问顺畅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关掉，也没什么问题。那我这边呢就默认先关掉，点击保存。那这样的我们的 A 记录 IPv4 的记录我们就已经解析好了，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页面，把刚才解析好的域名直接复制进来，点击绑定。好，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当前这个 IP 加端口的这个面板就有可能会被中断，那是因为你用域名访问了， IP 加端口就不能访问了，因为 IP 加端口是 HTTP 不安全，所以为什么要求大家一定要用 HTTPS 域名的方式，5分钟左右，这样的话我们的域名就已经能访问了，并且是带 HTTPS 带证书的，而这个证书呢是永久续签的，这个大家不需要管。把我们刚才的用户名密码输入进来，进来了，用域名的方式进来了。好了，这样呢我们的域名就已经加好了，并且我们上面已经是用域名，这个是最安全的状态。你想在集群这边加机器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随便加一个小机，把这个复制一下这个命令。然后找了一台机器然后是好像是甲骨文云的机器，右键把刚才这个命令输进来，这样的就配对成功了。好了，我们这边就有2台机器了，一台甲骨文云的新加坡，就这么简单。它这边标记的是轻量节点，我们这边就能看到大概的一个情况。它这个窗口有点好处，我刚刚忘讲了，它其实是带记忆功能的。这什么意思？我刚才是长条，下次打开的时候它也是长条。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全新的桌面模式的一个体验可能是市面上面板级的应用做的最极致的，没有之一。你可以放眼，你可以去看看什么飞牛GMSSH 可到云，有一个算一个，就这么回事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希望有新的东西跟大家见面，拜拜。